1934年10月，第5次反围剿失败的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开始震惊世界的25000里长征之路。途中的遵义会议、过雪山草地、飞夺泸定桥、4渡赤水河等事件，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长征革命史诗般的历程。与长征同时存在的是被时光掩埋在历史长卷中的留守红军，不为众人所知的 1.6 万红军留守在苏区的根据地，假装主力与国民党反动派几十万大军周旋，牺牲的军级以上领导是长征的6倍。留守红军中的中央领导失去其9，只剩下1人有幸参与开国大典，见证革命的成功。本期视频就来看一看那些凭借坚韧不拔的毅力完成精神长征的10位苏区领导人。1927年8月1日，工农红军发动武装起义，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初始队伍由此创建。随着秋收起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成功，蒋介石对工农红军的忌惮也与日俱增。1930年2月到1931年9月，蒋介石亲自部署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3次围剿，即使先后递增10万兵力，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围剿战争纷纷以失败告终。9·18事变发生后，东北大陆土地沦陷，东北人民落入日寇之手，遭到日军惨无人道的屠戮和杀害。仅731部队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伤害和罪过就罄竹难书。自诩为正统国家政府领导人的蒋介石，却置国民生死于不顾，提出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可笑方针，再次召集63万兵力对中央红军进行第4次围剿。结果毫不意外，蒋介石的反动阴谋再次被红军粉碎。1933年9月，蒋介石再次举全国之力进行内战，100万军队和200架飞机气势汹汹地向中央苏区逼来，而中央的领导人博古和苏联军事顾问李德先冒险后保守的军事战略，导致红军连连战败，根据地范围也随之缩小。1934年10月，坚持奋战1年的红军仍然未能粉碎敌人的围剿，被迫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异常艰苦的25000里长征。然而，中央苏区是红军前期创建的主要根据地，也是几十万红军的老家，主力红军被迫转移，中央苏区却不能就此放弃。长征出发前夕，中央在苏区设立了新的领导机关，项英和陈毅分别担任3方面的最高领导，全面负责中央苏区及周边根据地的工作。瞿秋白、贺昌和陈坦丘等人也作为中央的重要领导人物，一同协助工作。与他们一起留下的是红24师和一些地方武装，算上无法参与长征的3万病伤员，苏区留守红军一共是4.6万人。当长征队伍和根据地群众一一告别时，谁也没想到这是大多数人的生离死别。留守红军的主要任务是假装红军主力与敌人进行周旋，同时掩护真正的红军主力突出重围，实现转移目标。然而，红军本就武器匮乏，能够参加战斗的1.6万留守红军持有的弹药少得可怜。在以博古为中心的中央错误指示下，留守红军仍然和大军压境，装备精良的国军进行阵地战，导致中央苏区不到4个月就全部沦陷。幸好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重新确立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留守红军也按照毛主席的策略转入灵活的游击作战，大部队有计划地分散在不同区域，利用地形优势保存有生力量，消灭敌人。然而100万大军形成的封锁线对于游击队来说无异于天堑，中央的众多高层领导也都在同敌人的艰苦作战中壮烈牺牲。何叔衡是1921年在嘉兴南湖参加中共一大的成员之一，也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中年龄最大的一位。他和毛主席的结识比中共的创立还要早，1917年就开始和毛主席、蔡和森等人参加革命活动。1931年11月，何叔衡成为中央委员，同时担任检察院和法庭的多个领导职务。红军长征后，何叔衡因为年龄较大而留守苏区。1935年2月，中央苏区几近全部沦陷，主要领导人之一项英派人护送何叔衡前往闽西。几个身穿便衣的红军昼伏夜行，
于2月14日抵达福建上杭县，却因为做饭时的炊烟暴露了行迹，被当地的反动武装包围。年事已高的何叔衡让几个红军战士抛下自己突围，对为首的邓子恢说：“开枪打死我吧！”邓子恢却和其他战士架起何叔衡就跑。眼见着敌人的身影越来越近，何叔衡在悬崖边全力挣脱战友，直接纵身跃下，誓死不肯拖累其他人。这个被毛主席称赞书翁办事可当大局的何胡子，生命终结在59岁，也是留守红军中最早牺牲的中央领导。出生于1906年的贺昌是党史中最年轻的中央委员，他14岁就成为太原共青团的负责人，并创办晋华书社和平民周刊，宣扬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小学、工人夜校的工人传授革命思想。1922年，年仅16岁的贺昌被推举为太原团地委书记，经邓中夏和高君宇介绍转为党员。后来到北京担任中央机关报先驱的发行主任，多次和阎锡山斗智斗勇，领导山西的工人运动。1927年，贺昌成为中共第5届中央委员，时年21岁，可谓前途不可限量。红军长征时，贺昌是中央军区的政治部主任，和陈毅一起领导游击队在赣南作战。1935年3月10日，贺昌率领部队突围，却被增援来的敌人团团围住。重伤的贺昌不顾伤势，拿起身边一个又一个倒下战友的武器，和敌人奋战到底。在只剩下最后一个人时，刚满29岁的贺昌拿起枪对准自己，没有给敌人留下任何线索。待料长街行，盘山复盘山，世人争瞩目，我心无愧作。这首正气凛然的《待料行》是中革委总政治部副部长刘伯坚被捕入狱后写下的诗篇。敌人企图以游行来侮辱他，岂不知共产党人坚定的信念并不会因为一时的挫折和敌人刻意的折辱而减少半分。刘伯坚是周恩来在欧洲创办旅游中国少年共产党的伙伴之一，曾2次留学苏联学习共产主义，和刘伯承一起参与领导了宁都起义，成为红军5团第1任政治部主任。1934年10月，红军开启长征之路，刘伯坚作为赣南军区的政治部主任，护送主力红军过河，掩护中央红军阻击国民党反动派的途中，刘伯坚不慎被敌人击中了左腿。本就人手不足的红军也很快战败，刘伯坚被捕。在狱中的半个多月，刘伯坚创作了多首诗歌，表达自己作为共产党人的坚韧不屈。任凭敌人威逼利诱、拷问羞辱，刘伯坚始终不肯透露分毫，于1935年3月21日壮烈牺牲。毛泽谭是毛泽东的3弟，中学时代就在大哥毛泽东的教导下接触马克思主义，于1923年入党，时常到工厂、码头和学校等场所宣传革命思想。毛泽谭参加南昌起义后，随部队前往井冈山，后来一直跟随毛主席的革命脚步。1934年12月，毛泽谭被任命为红军独立师长，负责在闽赣边界同敌人展开游击作战。4月25日下午，毛泽谭带着被打散的部队来到瑞金的山中休息。天亮时才知道自己的行踪泄露，敌人的枪声已经近在咫尺。毛泽谭端起枪为战友们掩护，却被蜂拥而来的敌人射中右腿。在还击中，毛泽谭接连被子弹击中，最后带着满身的弹孔殉难，尚且不到30岁。瞿秋白1917年考入北京的俄文专修馆，1919年开始和李大钊等人研究马克思主义，翻译了很多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是中共早期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瞿秋白从1925年开始被选举为中央的委员，1927年的8期会议上成为继陈独秀之后的第2代最高领导，此后便一直以文学革命家的身份活跃在中央领导机关内。红军长征时，瞿秋白因为肺病留守苏区，他的身体状况却随着苏区的逐步沦陷而每况愈下。1935年2月，瞿秋白病情加重，不得不前往上海求医。中央原本制定的路线是从香港借道，途经福建省长汀县时，
当地的保安团发现了瞿秋白的身份，当即将他收押审讯。瞿秋白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下，没有吐露任何有关共产党的情报，拖着重病的身躯，挨过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严刑逼问，最终在6月18日被判枪决。瞿秋白在狱中写下了多余的话这首绝笔诗后，便在罗汉岭从容就义，年仅36岁。留守苏区的中央领导人中，只有陈毅一个人活了下来，亲眼见证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红军长征历时2年，陈毅等人领导的南方游击战却经历了3年。在没有吃穿，甚至没有固定住所的3年游击战中，陈毅和游击队长期脱身于赣南的草莽之中。接受留守苏区的任务时，陈毅刚刚经历胯骨的粉碎性骨折。作为中央苏区的最高领导之一，陈毅拖着重伤四处奔走。1936年，在梅岭的重伤让陈毅躺在荒草丛中度过了20多天，靠着野草和野菜充饥。寒冬时，和4、5个战友围着一条破毛毯，大多数人把芭蕉叶当成被子抵御严寒，整夜都不敢让枪离手。好在陈毅最终熬过了比长征还难的3年，成为中共革命胜利的见证者。但他更多的战友却为实现革命理想，建立起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新中国而中道崩殂。方志敏烈士是赣东北和闽浙赣根据地的创建者，他发明了一套完整的建军建党和政权经验，被毛主席称赞为方志敏式根据地。在1935年初，领导红四军向皖南进军途中，方志敏被国民党10万大军包围，于江西玉山县被俘。经过半年多和国民党反动派斗智斗勇的历程，方志敏于1935年8月6日被敌人杀害，时年36岁。闽粤赣红军游击队的司令古柏是贺长的同龄人。在广东龙川县突围时，古柏被叛徒出卖，导致游击队被敌人包围。古柏作为最后的掩护，英勇牺牲，年仅29岁。留守苏区的中央局书记项英和中央委员陈坦秋都在3年野人一样的游击生活中挺了过来。被美国记者称为从坟墓中爬出来的铁人的项英，却在1941年的皖南事变中被叛徒杀害，在抵抗日寇的侵略中死在了自己人手中。陈坦秋1939年到新疆担任八路军办事处的负责人，后来新疆省主席盛世才投靠蒋介石，陈坦秋作为中共创始人之一被关进大牢，和毛主席的二弟毛泽民受尽了老虎凳、烙铁、辣椒水的折磨后壮烈牺牲。抗日战争胜利后，有人把蒋介石奉为民族英雄。然而南方3年游击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造就的杀孽堪比侵华日军。反动派对红军围剿时，村子里的普通群众到处躲避。为了让群众交出红军，这些反动派动辄下令屠村。中央苏区沦陷初期，福建长汀县娄子坝村的143人全部被杀，而赣州市的牺牲在国民党反动派手下的烈士达到5万人之多。与长征的艰苦相比，南方3年游击战牺牲的烈士们仿佛被掩埋在时光中，但5星红旗的鲜艳离不开成千上万无名烈士的鲜血，他们都不该被忘记。